泽连斯基频繁地展现他强硬的一面，为乌克兰化缘恐怕不是主要的目的。大家好，我是石涛。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进行了他的欧洲列国的访问在访问中泽连斯基再次展现出了他强硬的一面那有的网友就评论说，这个泽连斯基还真是把自己当成了地球的酋长那他现在是到处的化缘乞讨但这个化缘乞讨的态度还挺狠的挺猛的。那么有人说这个泽连斯基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是为了展现出乌克兰人民这个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态度，那么以期通过这种强硬的硬汉的角色能够夺得大家的同情能够有更多的军事援助。那这个分析呢，其实呢是有道理的因为毕竟现在乌克兰站在与俄罗斯冲突的前线上而且经过了这么1年多500多天美西方媒体的大幅度的渲染与这个包装泽连斯基俨然已经成为了整个西方最有战斗力的一个这个领导最有战斗力的一名总统。在这个面对西方媒体所描述的这个邪恶的俄罗斯帝国的面前，泽连斯基都没有退却就带领他人民这个坚决的反抗。那我们要说作为一名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我们要说确实他是合格的。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伊始那么多的乌克兰富商都是落荒而逃甚至不少政府官员都是弃官而跑但是泽连斯基却坚定地站在了自己祖国的这一边，选择与自己的人民共同战斗。就这一点我们要肯定泽连斯基他是条汉子。但是我们要说，泽连斯基在500天的与俄罗斯的这种俄乌冲突之后，仍然选择一副所谓的坚决不低头、坚决打到底这么一副面孔。那么我们需要稍微的思考一下，这到底是不是对乌克兰人民、对乌克兰这个国家最好的一个选择呢？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不管战争的性质如何，在战争中受伤最重的都是老百姓。经过了500天的俄乌冲突，经过了7、8轮的全国总动员，乌克兰目前面临的这个形势包括它未来的这个人口的结构，都是非常不利于乌克兰这个国家未来的这个走势的。那么在西方国家一定的支持下，乌克兰如果能够选择在一定的这种代价之下结束或者暂时停止战争，对于乌克兰这个国家恢复自身来说，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有利的。但是现在乌克兰却选择了一种死磕到底的这种态度绝不低头。那么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就要想想看，它到底真的是对乌克兰国家有利，还是对乌克兰某一些个人更有利呢？那么这个话我们就要说有点阴谋论毕竟乌克兰这个国家它将在2024年迎来它的总统大选的改选。那么泽连斯基是在2019年当选的当时其实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看好那么对他的称呼都是说他是一个演员那么在泽连斯基刚刚开始执政的几年，也确实他的政绩叫乏善可陈。但是自从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发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泽连斯基的表现确实为他赢得了乌克兰人民的广泛的支持与尊重。而如何把这种支持与尊重继续的延续下去，延续到这个2024年的总统大选中，使得泽连斯基能够继续的这个作为这个乌克兰的领导人继续存在。那么这不仅仅是现在乌克兰人民要考虑的，更是整个泽连斯基团队需要考虑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这种考虑下呢，有可能就需要继续把泽连斯基包装成一个这个战争的领袖这么一个铁血真汉子这么一个这个表现，让他能够继续的能够吸收民众的这个支持，把这个支持转化为未来在大选里的胜势。当然了，我们要看到泽连斯基确实在现在是乌克兰的这个大家公认的一个比较好的领导人，但是他在这场战争中做出的很多选择，说出的很多话，有可能都是会断掉乌克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未来的后路的。就比如说他一直坚持的所谓普京不下台就不与俄罗斯和谈的这一个方针那么就有可能为这个俄乌冲突的顺利结束埋下一颗定时炸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根据外媒的报道美国与
俄罗斯已经开始抛开乌克兰，进行所谓的俄乌冲突退出的这么一个谈判。那么实际上呢，这也是在警告泽连斯基不能一味的示强该服软要服软。毕竟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还是要多为自己国家的老百姓思考。500天前应该是拿起枪抵抗，500天后有可能真不一定是继续坚持到处去泼洒子弹。那么毕竟恢复到和平的一个状态下，才是对大多数乌克兰人民最好的一个选择。大家对这句话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